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RF 推出的这一款吼，也就是飞天虎的主体部分汽车大师了。后装也是这家统一风格走的极简风，说明书就更极简了，这种卷页式的。虽然变形步骤也很多啊，毕竟这里边相当于有2个玩具，电脑的建模图、变形指示还算详细吧，但是它没有合体的部分。包装内容一览，这里边有这么多的部分：汽车大师的本体、合体的手脚组件、裤衩。替换的动画造型头雕和我们所谓的这个小车黑杰克这2个零件，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什么加强的滑道扣点啊，其实它是个小镊子，合体形态下靠这个镊子往出拔那个胳膊的连接件。尼龙的材质啊，韧性很好，并且它配了2根，也就是说你用坏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先拿出配件的部分来看，这个小车造型也是比较简单的。它是可以和手脚这些配件组合成另外的一个小人儿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变形，它是拼装。把车屁股摘掉，然后翻到底盘来，后轮90度内收起来，前方这里往下折90度，拉开，里边有一个滑槽，往里推一下，旋转90度，再通过中间的这个凹槽把它拉起来。变成这样，拿出来其中的一条腿，把脑袋从这里面翻折出来，扭正，卡进去。另外的一边打开扣子，根据根部的双关节搓上来卡住，胳膊转过来，小拳头翻出。另外的一边，我们翻到后背来看，这里是一个燕尾的锁扣，把它抠一下，然后根据这里的膝盖关节2段把它翻折，从大胯再扭个180度。注意这里边不是齐的，我们要稍微的调一下角度，把它撇过来。后边这里180度翻盖，这里的燕尾扣子卡住，这边转一下，打开。前脚掌和后脚跟这边再折一个90度上来。好的，那么这就是一半的身躯了。另外的一半也快速变形好之后，左右对插连接在一起。把刚才的这个肚兜拿过来，找准中间的卡孔，插上。背后这里中间插裙甲，下边插车屁股，上边这里2只手。把上方的这一节关节往上旋转90度。好，我们把所有的配件都插在了背包上，算是一个收纳的方式吧。哎，说是个小人儿吧，其实也不小啊。对于这套小比例的玩具来说，个头还挺大的。人形到头顶的高度在13公分左右了，已经。这种方式让我想起来什么呢？像是猛大帅的那个猛攻一样。把猛大帅的配件融合成一个其他的角色。咱们来看汽车大师的本体，轮子接地，推车滚动还挺丝滑的。整车长度在18公分左右，车头和货箱之间并不能转向。轮子的轮毂全部上了涂装，塑料的轮胎，保险杠、进气格栅这里涂的是银漆，紫色的车窗上边也有细小的这种雨刮器刻画。整个车厢扣合在一起，一体性还可以啊，不会松松散散，里边的卡位也挺多的。那我们开始准备变形，来拆这个车厢的部分。首先从这个地方90度翘起来，抠开后盖，注意侧面这2边是燕尾的卡榫。接着再把这2个燕尾扣子打开，哎，现在车厢的后半截就可以放下来了。里边轮子先折一个90度放平。后边这一片对折，再对折，这里边的2个卡槽插轮子下方的插扣，咬紧它。好，料子吧，这个用料材质我觉得会比前几款的那个小车质感要好很多，明显很有韧性的用料。这里的板子再 Z 字折叠，叠到位都是有卡扣的，把它插住。现在就是一个小书包的状态了。我们根据根部这里的双关节往后翻，再用这个插扣
把它扣住，也就是把这一大块的方块车厢缩小到了这么点的一个小背包。从上方看，打开这个地方的插扣，180度先折叠这一层车盖子。这个用的是里外的涂装来展示汽车大师的腿部涂装的不同，也算是为了还原这个 bug 因素吧。然后再看上边这里抠起来这个边缘，这一片再折叠，把灰色的面包进去，白色的面露出来。中间的插扣拨开，180度翻折放下来，手就在这里了。打开腋下这里的一个插扣，是锁着的地方，拳头从小臂里翻折出来。往上看，胸甲左右胸大肌有一个滑槽，把它拉开，中间的这一片翻下来插住。上半身基本上我们就搞定了。变形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叠纸箱子。这个的设计主要也是玩下半身。首先把这里边所有的插扣左右结合的位置通通打开，带有紫色的面板啊，把这一片拆下来，也是使用了里外面的涂装。变形这一块立起来，枪管折起来，打开这一片扣着的位置，翻个180度，再把这里的扣子锁上，下边这一块再扣过来。中间夹心的这个零件，算是有想法吧。然后咱们来看腿部的变形，腿部现在整个是中空的，完全是一个框子的形态，就是密度的压缩。这一套其实主打的是一个真车头一体变形的这么一个意思啊。先把后边的这一片盖子翻起来，注意这里边小挡片1折、2折，缩到车顶子里边去，然后这一个车顶子再向外折90度。接着来看这一块的变形，车顶子旋转个180度，我们先腾开，注意这个地方已经有扣子了，转到位以后扣眼插上，然后这一块1段折、2段折，把它完全的卷起来。接着从中间这里还有一个转轴的位置，我们旋转180度，再把车前边的这个驾驶室再折180度，卷个芯儿，把它整个的包起来，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跟这只脚对比一下，也是相当于大脚丫子的一个密度压缩。让人想起来这个设计其实和 FT 的那个汽车大师感觉有些像啊。前轮这里又会出现一个锁扣，把这里再固定一下。接着从这里看，打开油箱的位置，这里边有一个锁扣，顺着这一块旋转个180度，顶过来，油箱往后折，锁在这一块的边缘，插住。从里边看是现在的样子。我们这个时候脚丫子基本上变形的就差不多了。来解腿部，腿部这一块它原先在这里，你要是这个轴不顶起来的话，这里是锁着边的，把这里 Z 字折叠也是拉起来，先不要扣，顺着这个中间的骨架旋转180，再从胯部的根部旋转180，主要也是为了露出来这一块的涂装面。这个时候拉长了就可以 Z 字卡到头，这一块的挡轴片 L 型板折回去，打开，顺着这个黑色的双关节把腿包起来，这一块90度折叠过来，后边的卡扣插住。这就是汽车大师的这一条腿了。咋说呢？也是一种变相的挺厉害吧。可以看到，他把这么一大块，整个密度压缩完了以后，压缩成了小腿和脚丫子的部位，就是在叠纸箱子。但是这个叠纸箱子啊，主要玩的是一个空间的压缩感，以及汽车大师那个本不讲逻辑的颜色转换啊，把灰色的零件全藏在了里面，这边黑色的腿完整性就出来了。
整体来看一下吧，人形的样子还是不错的。这一回的做工用料质感方面，会比之前的前几款小车又有了一个大部分的提升，料子很润泽，而且这个柔韧性很不错啊。背后的这个书包看起来是有一定的尺寸啊，但也在接受的范围之内。主要也是折叠板件把它们都像叠纸箱子一样藏在了后背。身材比例的这一块还算匀称吧。也算是向 G1 动画那个时代做了一些美型的修正。汽车大师标志性的这两个大脚丫子，使用真车头一点一点的压缩变形出来，也算是比较有趣，并且身上还能还原出来汽车大师原本人形该有的一些涂装面，也是用了很多的里外面切换设计。头雕部分做的还可以，活动范围360度，球形关节稍微有一点点点头抬头，侧举90度没问题。360度的旋转，二头肌360度旋转，曲臂关节因为合体的时候的一个需要啊，它可以双关节折叠180度完全的团起来，并且如果你不在意变形到位的话，把这个扣子卸开，也可以把这儿当蝴蝶关节使，借位摆一些造型角度什么的也可以利用到。手腕可以旋转，四指打开，腰部360度旋转。没有弯腰关节，胯部前踢135，后踢90，侧踢100多，大腿根部变形需要左右旋转，膝盖的位置一段关节也能折到120多度，硕大的脚丫子，左右接地是整脚面的，没有问题。这黑姐可真的不小。个头来说，都快赶上汽车大师的肩膀高度了。而汽车大师变完人形，到头顶差不多也来到了15公分左右。总的来说吧，变形设计还算有趣啊，毕竟是整个的一个车完全变形出来的。密度压缩的这一块想法也是有一些独特的啊，能把车头完全的压缩成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其实也不容易啊。后边的那一堆板子叠成一个小背包。其实这个的设计底层逻辑和 FT 的那个大比例的汽车大师是有一些像的，但毕竟 FT 是身高照着 MP 的那个比例规划来的，所以它要设计的更复杂一些，或者说在密度压缩这一块做的更紧凑一些吧。然后啊，说明书虽然没有画，但是我个人也研究了一下，照着它那个官图试验了一下，也能猜个变形结构的778出来。咱们来直接变一下合体的形态吧。首先依旧是打开盖子，把拳头藏起来，胳膊手肘位置的这个双关节对折起来，中间这里会出现一个卡槽，把它扣上。接着打开胸板下方的这一块小棍子，整个的胸板拉开，中间这里会有2个插扣。背包这里打开，往下拉。前后通透以后，整个把腰身拉长一截，拉到头这里是有一个葫芦锁的，把它卡住。然后大头小头旋转180度，更换一下位置，再把这两边的正反面锁回去，扣住。腿部的变形就很简单了。把这一块的油箱180度翻开，这边翘起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一组前轮转个180度，也不用转180，转到90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旋转下来，再转90，哎，挪成现在的样子。用这一对后轮90度往后折，前方的这一块再往下折。但是呢，这里边其实跟前轮是有一些干涉的。我们需要把前轮这边的扣子卸开，拉下来，搁在这儿也行，炸开也行，搁在这儿吧。反正它前面最后是要挡那个小车的。拿出2个大脚丫子，顺这里插上。现在看起来胯部很诡异啊，细麻杆的身材。我们把这一节打开，这一块90度往下折膝盖，然后 Z 字折叠缩起来，缩起来之后，你再往上折叠，就把这个边缘锁住了，它就不会乱动了。哎，大腿缩短，裆部直接套裙甲，2个插口插上，屁股这里有2个缝，
可以把小车的这个车尾插在这儿，当成飞天虎的屁股蛋子。再往上，胸甲的结合位点，先扣住一边腋下这里的一个插扣，把它扣结实，然后用侧面这里的卡去结合，夹住。夹住这里也算是环环相扣了。车头前方的轮子炸开拉出，扣紧，然后车顶左右再拉开。肩部这两个灰色的零件90度往下翻。合体大头的变形，先把两个刺刺的边儿翻折起来，180度旋转过来，再把这个脑门旋转180度，拼齐。这个头雕现在算是记忆玩具的那个头雕，又或者说是漫画里的那张脸啊，看个人的需求吧。它里边是有附带这个动画造型的圆脑壳的，而且头上的这两个刺刺呢，你在一体收纳的时候啊，后边有一个球关，往里边一窝就行了。肩膀合体的连接位点在这里，不好抠出来啊，所以它附带了两个小镊子。哎。把它勾起来，这玩意儿将来插其他的两个胳膊成员。我是个人这么猜测的去变形的，看这意思也差不多。到时候等这些成员出齐了，就可以把手臂、脚上面的装甲扣上去了，然后一插拳头。所以呢，这个汽车大师最终也是完成了一个骨架的效果啊。飞天虎这个角色啊，毕竟它都是4个小车贴在身上的，它设计根源就是这个样子啊。让我有一点意外的是，曾经我猜测它最后的合体阶段是不是整个的车带车厢一体变形出来的，但现在实物出来发现手脚还是需要额外的组合部件的，这一点也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可惜。不过也翻回来想一下嘛，飞天虎这一套合体金刚应该是所有的合体金刚里边最难做的一套了。汽车大师又是变形金刚里边数1数2的难设计，因为动画片里边所演示出来的变形效果其实是相当不讲道理的所谓质量转换技术啊。所以 RF 的设计师胆子也挺大的，第一套自己的处女秀就决定去挑战这一套飞天虎的组合。其实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但最终实现出来的效果还是有待加强。作为一个新的厂家 ，RF 一款一款的产品，我们上手摸到之后，能感觉到从第一款的小车到目前的汽车大师套装，做工、用料、材质是有着明显的进步提升的。尤其这一次汽车大师整体的材质是那种偏韧性的，把玩起来其实还挺放心的，并不是那种特别容易出现白痕或者断裂的。也在目前按顺序出的4盒产品里边看到了它的设计、材质、做工、用料，包括品控方面一点一点的在进步的一些体验。毕竟嘛，设计师是一个新人，厂子也是一个新厂，一切都有待磨合。而且如今在变形金刚圈子第三方这么琳琅满目产品以及各家设计师都在疯狂内卷的情况下，着身投入变形金刚市场，作为一个新人，我觉得应该也做好一些觉悟。所以基本目前这一套飞天虎我们已经能看出来大概的雏形，也是期待 RF 这家厂和大家的设计师将来在变形金刚领域能做出怎样的产品来充实第三方的血液呢？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